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智慧与魅力的书籍《庄子南华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南怀瑾先生。南怀瑾先生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，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，对儒、释、道三家均有精深的研究。《庄子南华》这本书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学识，对庄子这部经典著作进行深入解读的成果。庄子这位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在那个动荡不安、战乱纷飞的时代，庄子却能超然物外，以一种逍遥自在的姿态审视世界。他的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《庄子》一书内容博大精深，涵盖了哲学、文学、美学等多个领域，其中的寓言故事更是妙趣横生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而《庄子南华》就像是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庄子思想宝库的大门。那么，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不可估量的价值呢？它就像是一座智慧的灯塔，在我们人生的茫茫大海中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迷失在功名利禄的追逐中，内心充满了焦虑与迷茫。而《庄子南华》能引领我们回归本心，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如何以一种超脱的态度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时，翻开这本书，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。庄子的思想会像一阵清风，吹散你心头的阴霾，让你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它能让我们从日常的琐碎与烦恼中解脱出来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，去发现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好。在这里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真正的了解自己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，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幸福吗？或许在《庄子南华》中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名人的故事。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，他一生都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，林语堂先生并没有被世俗的名利所左右，而是秉持着一种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。他用幽默风趣的笔触书写着对生活的感悟，对人性的洞察。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读者，正是因为他从庄子那里汲取到了智慧的营养。他懂得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，懂得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起伏。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所渴望达到的境界吗？一逍遥游，追求心灵的自由。逍遥游是庄子中的开篇之作，也是整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。在《庄子南华》中，南怀瑾先生对逍遥游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。逍遥游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，它超越了世俗的束缚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像大鹏鸟一样，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天生就有对自由的渴望，我们内心深处都希望能够摆脱各种限制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常常被各种外在的因素所束缚，比如社会规范、他人的期望、物质的需求等等。逍遥游的思想则告诉我们，这些束缚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给自己设定的枷锁。当我们能够打破这些枷锁，回归到我们内心真正的自我时，我们就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生活中践行逍遥游的思想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放下对物质的过度执着。物质虽然能给我们带来一时的满足，但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。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追求上，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去阅读，去思考，去探索生命的奥秘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不被他人所左右，不要总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望而活，要勇敢地做自己，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做出选择。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时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自在，我们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充实和满足。就像书中所说，若夫成天地之正，而欲六气之变，以有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能够顺应自然的规律，把握六气的变化，遨游于无穷的境界，那还有什么需要依赖的呢？这就是逍遥游的境界，它让我们摆脱了对世俗事物的依赖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真正的解放。二齐物论，万物平等，超越分别心。齐物论是庄子中又一重要的篇章，它所阐述的是一种万物平等的思想。在《庄子南华》中，南怀瑾先生指出，齐物论让我们打破了对事物之间差异的执着，消除了我们内心的偏见和分别心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分别心无处不在，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事物进行分类、比较，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做出判断。这种分别心会让我们陷入到无尽的烦恼之中，因为我们会因为事物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各种情绪，比如嫉妒、厌恶、贪婪等等。齐物论的思想则告诉我们，万物都是平等的，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我们不应该被这种分别心所困扰，而应该以一种平等、包容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物。在生活中践行齐物论的思想，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内心的冲突和矛盾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事物之间的差异时，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，更加理性地做出决策。比如，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不再因为他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外貌等因素而产生偏见，而是能够真正地尊重每一个人，理解每一个人的独特之处。在面对不同的文化、信仰、价值观时，我们也能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包容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建立起更加和谐、美好的人际关系，也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书中提到，物无非比，物无非是，知彼则不见，知之则知之。故曰，彼出于事，事亦因彼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事物没有不是彼的，也没有不是死的。从彼的角度来看，就看不到此；从此的角度来看，就知道此。所以说，彼出于此，此也因彼而存在。这充分体现了齐物论的思想，让我们明白，事物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，我们不能被这种差异所迷惑，而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本质。生养生主，顺应自然，养护生命。养生主是庄子中关于养生思想的篇章，在庄子南华中，南怀瑾先生对养生主进行了详细的解读。这里的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保养，更包括了对精神、心灵的养护。他强调的是要顺应自然的规律，让生命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自然的生长和发展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类的身体和精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，而我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。养生主的思想认为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它与自然界这个大宇宙是相通的。我们只有顺应自然的规律，才能让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。比如四季更替、昼夜交替等自然现象都蕴含着生命的节奏，我们的生活作息应该与这些自然节奏相协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践行养生主的思想。首先，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早睡早起，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。其次，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和营养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适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。此外，我们还要注重精神上的修养，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来放松身心，缓解压力。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时，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健康，我们的精神也会变得更加饱满。书中提到，远渡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心，可以净年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顺着自然的脉络来养生，就可以保护身体，保全生命，奉养亲人，享尽天年。这正是养生主思想的精髓所在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保持身心的健康。是人间世，在复杂的社会中生存的智慧。人间世是庄子中探讨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篇章。在庄子南华中，南怀瑾先生指出，人间世教会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、复杂的社会局势时，如何运用智慧来保护自己，同时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压力。人间世的思想认为，在社会中生存，我们需要具备一种灵活的思维方式，要学会审时度势，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保持内心的正直和善良，不能为了适应社会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。在社会生活中，我们可以运用人间世的智慧来处理各种问题。比如，在职场中，我们要学会与不同性格、不同背景的人相处，要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，尊重他人的想法，同时也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当遇到困难和冲突时，要冷静思考，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。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局势时，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外界的舆论和情绪所左右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社会中立足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书中提到，且夫从物以由心，托不得以养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让心灵而游，把无可奈何的事当作培养中正之德的机会，这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。这体现了人间世的智慧，它让我们在面对社会的种种无奈时，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应对，将困境转化为提升自己的机会。5. 德充福，修养德行，充实内在。德充福是庄子中关于道德修养的篇章。在庄子南华中，南怀瑾先生强调，德充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力量和魅力来自于内在的道德修养。一个有德行的人，即使外表平凡，也能散发出一种令人敬仰的光芒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类的内心深处都有对美好品质的向往，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道德、有修养的人，同时也更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。德充福的思想认为，德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它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、决策以及与他人的关系。当我们注重道德修养时，我们的行为会更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，
我们也会更加自信和从容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修养德行。首先，要培养自己的善良之心，关心他人，乐于助人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其次，要诚实守信，遵守承诺，不欺骗他人，做一个有信誉的人。此外，我们还要学会宽容和包容。当我们遇到他人的错误和过失时，不要一味的指责和抱怨，而是要给予理解和原谅。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时，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。书中提到德有所长而行有所望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德行修养时，他的外在形象就会被人们所忽略。这说明德行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它能够超越外在的表象，让人们真正的关注到一个人的内在品质。通过对庄子南华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蕴含着无尽的智慧，它涵盖了从个人心灵的自由到社会生存的智慧，从万物平等的观念到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等多个方面。它就像是一本人生的指南，为我们提供了在复杂世界中生活的智慧和策略。那么，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，去阅读庄子南华吧，让庄子的思想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，让庄子南华成为我们心灵的伴侣。当你翻开这本书时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智慧和启迪的世界。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行动起来，让这本书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一部分。记住，你的人生可以因为这本书而改变。你可以像庄子一样，拥有一个逍遥自在的心灵，可以在复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，可以成为一个有德行、有修养的人。你的生活将不再是被各种琐事和烦恼所困扰，而是充满了自由、快乐和满足。相信自己，相信庄子的智慧，去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人生吧。